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线上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批评别人不如警惕自己呀。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自我警惕跟自我反省比批评或数落他人来得更有价值啦。指责别人的错误很简单，但如果要检讨自己，这个需要很大的勇气跟努力哦。当我们正在批评别人的时候啊，就很容易忽略自己本身的问题，因为你把注意力一直放在别人身上，就好像镜子一样，一直拿来照别人，当然就照不到自己了啊，道理是一样的啊。更何况批评的语言呢，一般都不会很好听呐，而这些不好听的语言呢，从自己嘴巴说出来的时候呢，最先听到的是自己的耳朵啊，不是吗？那这个等于是自我摧残呢，而不是自我祝福嘞。所以一直在看别人的缺点或过失的人呢，别人也会去看他的过失跟缺点呐。那这样就会彼此近看不顺眼呐，就会彼此障碍啊，不会进步啊。例如啊，有些人呢，批评别人呢，懒惰啦，不精进啦。但难道自己就很精进吗？以我自己来讲，虽然有时候我的行程很紧凑了，有时候了，但我也不敢讲我自己很忙，更不敢自认为自己很精进啊。因为比起正言上人的分秒不空过，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很精进的。因为相形见绌啊，相形见绌这句话的成语意思是说，人跟人之间不要比较啦，不比较就不会伤害啦。更何况是凡夫怎么去跟圣人比呢？批评别人可能让自己有短暂的优越感呐。我批评你，表示我是对，你是错的啊，我是好，你是坏啊，这有优越感呢。但是警惕自己更能带来真正的成长跟进步。虽然说了适当的或建设性的批评会让别人或团体有所帮助，但千万要注意啊，适可而止啊，不要让批评成为一种习惯。批评别人成为一种习惯之后呢，就比较不会习惯去往内深观自己了，这样容易造成自以为是。所以不要以为自己很厉害，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更何况术业有专攻，文道有先后啊，怎么去比呀？行行出状元呐，你怎么去比呀？有些人呢，他不但喜欢跟别人比，而且还拿自己的强项去比别人的弱项，比完之后还会评价别人或批评别人，那这样就更不好了。不是完全不能批评别人，而是在强调要批评别人之前，先看看自己是否完美无缺。有谁敢讲自己是完美无缺或十全十美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跟缺点啊，因为这是人性的一部分。每一个人都有缺点，每一个凡夫都有习气。然而真正成熟有智慧的人呢，他敢承认自己的不足并愿意改进，而且也不会去苛求别人，因为他了解瑕不掩瑜的道理呀。瑕就是瑕疵嘛，比喻缺点呐。那瑜呢？瑜就是左边瑜就是美誉嘛，比喻优点的意思啦。那瑕不掩瑜的是强调什么？即使存在一些缺陷或缺点，但以整体来看，仍然是值得肯定或重视的。那对别人的评价，就是要学习这样的态度。正言上人的用人哲学就是这样啊，包容他的缺点，运用他的优点呢。没有不能用的人，只有不会用的人。这个不简单。那我们凡夫刚好相反了，一直注意对方的缺点造成越看越不顺眼，所以干脆就不重用他了，把他冰起来啊。这样的人才不流失也难呐。所以不能只有讲菩萨大招生啊，还要再强调菩萨也不流失啦。这样才会把事情做得很好啦。喜欢批评别人的人，通常也是很会检讨别人跟怪罪别人，
发生问题的时候，都是认为别人的错，自己永远没有错这样子的人跟别人相处，会让别人感觉到很有压力人际关系也会受到影响了，对不对？相信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好，我们举例来讲，大家更清楚了例如夫妻之间常常为了一点小事争吵了，那其中一方总是认为总是在批评对方不体贴啦或懒惰啦但是他从不检讨自己是不是也应该承担一些家事呢每次发生冲突的时候都认为是对方的错，自己没有问题，这样久而久之呢，另一方就会感到委屈，彼此的关系也会变得冷淡甚至可能导致婚姻破裂很多夫妻之间就是有这样的问题那朋友之间也是一样的道理，有人喜欢在群聚的时候呢，就批评别人的穿着啦，评价别人的工作啦选择评价别人的工作选择啦或他的生活方式的，都拿来批评。但是当别人给他一点建议的时候，他就觉得别人是在针对他而生气动怒他很会批评别人，但是不能接受别人对他的建议因为当你讲他的时候，他认为你不是跟他同一立场的，所以他就会产生排斥或不开心因此面对这样的人呢，我们就会格外小心翼翼跟他相处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累，因为他是容易受伤的女人轻易就受伤玻璃心，所以我们跟他讲话要很小心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那在职场里面也是一样如果一个主管经常批评下属的表现，业绩不好啦也只会去批评这个团队的没有努力了，但是这个主管却从不检讨自己的管理方式，哪些地方还可以再改善的，再加强的或他也不愿意承认可能是自己的决策品质有问题，造成成果不好，结果不好或者没有提醒，没有检讨自己有没有提供下属需要的资源跟支持呢？这样员工对你不会忠诚的，团队士气也会很低落的其实这样的现象也发生在志工团体里面，有些志工团队将士用命道气旺盛有些则是士气低落，甚至人才流失这些例子都说明了，如果人人总是习惯批评检讨别人，而从不自我反省，最终就无法结好人缘人际关系就会越来越差，这样团队做起事来也会有气无力把这样的道理呢，我来换位思考如果我们是被批评的人的时候呢，这时候应对的方式也是要有智慧如果你有听到人家说你什么什么说批评我们什么怎么样了我们先不要不高兴，也不要去问说这谁讲的，这谁讲的而是要把孟子那句话先拿出来用，叫做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拿出来自我验收一下，反省之后，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之后就放下了这样就是雁渡寒潭，雁去不留影船过水无痕那这是一种很美的心地功夫。如果你不是反观自照，而是急着问说是谁讲的，谁讲的，谁在后面批评我而对方也告诉你是谁那这样更要命，因为这个人会在你的心中留下阴影造成心中有疙瘩啦，这样就不好啦。所以人生有时候得饶人处且饶人因为对方会在我们的宽容中感觉到我们很有诚意这个时候对方也会怎么样自我反省怎么反省？我们事情都没有查证清楚，都对外讲出去换成被批评或误解的人是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也会不舒服将心比心那既然己所不欲，那何必息事于人呢？因此我们如果先做到宽容或包容，对方也会这样子来反思换成我们也会这样反思嘛，对不对这就是化干戈为玉帛了啦。如果批评我们的人不是这样反思那也是他的事情他要不要反思是他的事情跟我们无关先放下的人就先解脱嘛
这样才是懂得善待自己，不是吗？所以不是不能批评别人，而是要批评别人之前呢，要先检视，先确保自己没有这样的过失，再提出见解出来。即使如此，也不是出言批评哦，而是提供建设性的意见这样才能促进团体的进步跟成长嘛。所以批评别人不如警惕自己，这句话也是反映一种谦逊跟永不自满的精神呢。佛家所说的学佛的尺是用来量自己，而不是量别人哦，道理也是一样不是把我们自己变成道德的审判官好像法官一样，哪里对哪里错都是在评断别人的，没有在评断自己的。好，所以这句话是在强调什么？修行的目的是要调伏自己的心，减少自己的贪嗔痴慢疑，让自己更慈悲更有智慧那自己有做到了，有进步了才能让别人从我们的行为中呢自然受到启发，而不是拿佛法的标准去衡量别人的行为，不是这样子会强迫别人改变的，不是这样子的。以前我们读书会有提到一句话，改变自己是自救，影响别人是救人这句话的关键处不是自救或救人而是影响这两个字内有乾坤那为什么不讲改变别人呢，而讲影响别人呢？因为改变是要靠自己，别人顶多是告诉我们方法靠别人不能说不重要啦，善知识跟贵人不能说不重要但别人再怎么重要都没有比我们重要。我们是主缘，别人只是助缘，助我们一臂之力而已，也就是自己是主角别人是配角而已啦。别人要帮助我们，也是要他自己先树立一个人品典范让我们有一个榜样可以向他学习这样就是别人以他的身教跟言教在影响我们，而不是改变我们。同理，我们要去影响别人，也是要我们自己有身教即使有良好的身教也不能有改变别人的这种信念顶多是影响别人佛陀跟高僧大德他们也是无法改变我们因为众生习气刚强难调伏佛陀也没有办法帮我们觉悟解脱或者消除烦恼但是告诉我们方法。那我们亲近这些善知识，为的就是要求道闻法嘛。所以佛法强调内观跟向内求，也是透过修行来观察自己的起心动念，然后调整自己的行为，而不是尽看别人不顺眼而挑剔别人批评别人因为每个人的成长背景因缘智慧等等都不同嘛。如果强求别人来符合我们的标准，反而会有求不得的烦恼这样就是跟修行的目标相违背的因为别人无法活成我们的样子所以有一句话，若要人像我，除非两个我。如果两个我，实在很不妥对不对？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唯一的嘛不可能完全照你的标准活成你要的样子所以当我们用佛法的标准去衡量别人，那很可能会升起傲慢心或者不耐烦的心这样反而跟佛法强调的反观自照的理念是背道而驰。举例来讲，大家更清楚，一个人学佛后觉得茹素才是慈悲的表现，于是他开始批评吃荤的人甚至说你们这些人都不慈悲，这样要怎么修行呢？这样的态度反而升起了执着心跟分别心与佛法所说的慈悲与包容相违背。真正的修行者是自己要先做到，才去影响别人即使自己做到了，也不是要去改变别人。刚刚讲嘛，还是影响别人那别人会不会被我们影响，那是别人的事情跟我们无关的即使如此，我们也没有要强迫别人改变，因为要循序渐进，从恒顺众生中去做到圆满跟圆融
在佛教的一些典故里面呢，作为师父的都是以自己的身教示范给弟子看，无论是行住坐卧啦、言行举止的，都是充满觉知啊。正因为师父的榜样是近乎完美哦，毕竟这些都是觉者、智者，甚至是圣人嘛，所以他们才能够让弟子们心悦诚服啊，愿意追随跟学习啊。那我记得2016年，也就是9年前啊，那证严上人在全台湾行脚返回精舍之后呢，身体有点不舒服啊，那造成1个多月呢，没有在早上的那个净室晨语中开示。后来这个健康恢复后呢，第一次身坐开示啊，那证严上人就讲了，他对自己生病1个多月无法开示而深深的忏悔自责啊。在开示中呢，他说道：“开春自省思，其心春永驻。明知岁月蹉跎，懈怠病不自拔。惭愧心亦自救，精进力不具足。光阴似箭如电，虚度岁月空天。”这句病后的开示啊，字里行间都是在自我忏悔、自我惭愧，都是在讲自己，都是在警惕自己啊！不但惭愧自己无法精进呢，更因为无法开示而障碍弟子们闻法而感到内疚。这个就是时时刻刻都在警惕自己、鞭策自己啊，就是觉者的风范跟涵养啊！一代高僧就是这样子啊。其实凡夫都是半斤八两的。4个和尚啊，在禅坐啊，房间当中呢，就点了一根蜡烛啊。那4个人主要讲好，大家不可以讲话哦。半天过去了，这蜡烛快要熄灭了。那第1个和尚哦，忍不住了，蜡烛快熄灭了，讲话了。那第2个和尚看第1个和尚讲这句话，他也忍不住说：“不是讲好不能说话的吗？”那第3个和尚就提醒，第3个和尚就提醒前面2位和尚说：“因为2个和尚都讲话了嘛，你们都不要讲话。”第3个讲这句话，这个时候呢，第4个和尚感到很庆幸，说：“哎呦，还好我没有讲话。”结果4个人都讲好不说话，结果4个人都讲话。所以讲别人很容易啊，约束自己很难呢。这就是凡夫容易看到别人的错，但却看不到自己的错。有一家精神病院啊，里面住了很多的精神病人啊。那这些病人呢，每天都跟医生吵着要出院呢。医生被这些病人吵到受不了。有一天呢，医生面对这些精神病人呢，拿了一支粉笔啊，在那个砖墙上墙壁上画一个大门呐，跟他们说你们如果可以把这个大门打开你们就可以出院了。那这些病人一听呢，哇，很高兴的把这个门打开就可以出院了。我就拿着铁锤啊，各种工具啊，想要把这个砖墙呢打开。这个时候就有一个病人啊，他站在远远的2手叉腰啊，袖手旁观啊，用嘲笑的口吻说真是一群大傻瓜哦！这种门哪有可能打得开呢？这句话被一旁的医生听到了，医生觉得很安慰哦。哇，这么多精神病人医不好，至少还有一位被医的好一点，头脑还算清楚，知道这种墙是根本不可能打开的。那医生就很好奇就去问这个病人说：“请问你怎么知道这个门打不开呢？”结果这个病人回答说：“钥匙在我这里，他们怎么打得开？”医生听了差点昏倒。这个笑话是提醒我们什么？凡夫都差不了多少啦，千万不要50步笑100步啦。其实这个就是什么？台湾话叫做“孤笑鳖无尾”啊，乌龟笑那个鳖也没有尾巴啦。那其实这种事情经常在我们生活中上演，不是吗？对，这种丑陋的人性，佛法上叫做习气。我们平常讲习气都是指不好的一面嘛，对不对？其实习气有正面习气跟负面习气2种啊，就跟我们讲共业一样，
都是指不好的一面比较多嘛，对不对？那其实共业也有共善业跟共恶业啊，同样的道理啊。我们平常讲啊，起心动念一般都是指不好的一面嘛。其实真正探究起来了，习气啦、共业啦、起心动念啦，都是中性的用词啊，不一定是负面的。举例来说了哈，负面的习气那就是什么？贪婪、虚伪、嫉妒、傲慢、懒惰、怨天尤人、自私自利、幸灾乐祸、口是心非、刚愎自用等等，诸凡不及备载啊。那正面的习气是什么？善良、正直、乐善好施、同理别人、勤奋好学、善解人意等等，也是诸凡不及备载了，好坏都有了。那起心动念道理也是一样嘛。起心动念不一定都是不好啊，要看起什么心，动什么念啊。起一个要多用心的念头，这也是起心动念啊。起一个要善解包容的念头，这个也是起心动念啊。共业也是一样啊。如果是共善业，那就是指什么？一群人一起行善助人，回馈社会。不但如此，还彼此互相成就，互道感恩啊，这就叫共善业嘛。那如果共恶业是什么？一群人彼此拖累，互相障碍，纠缠不清，痛苦不堪，这就是共恶业嘛。那以夫妻来讲啊，你折磨我，我折磨你，你修理我，我修理你，这个叫做夫妻共修，共同修理呀。这就是夫妻共恶业了。相反的，如果夫妻你感恩我，善解我，我感恩你善解你，你成就我，我成就你，彼此互为贵人这个叫做夫妻同修，共同修行这样就是夫妻共善业了。那一个家庭是兄友弟恭，长幼有序，父母慈祥这样就是吉祥的家庭就是家人彼此共善业了。相反的，一个家庭是夫不妇，子不子家人常常争吵不温馨诸事不顺，灾恶偏多这个就是不吉祥的家庭，也就是家人彼此共恶业。所以才说幸福的家庭都有相同的幸福，不幸的家庭都有各自的不幸贫穷的家庭不一定是百事哀我们常常讲嘛，贫穷夫妻百事哀，不是吗？贫穷的家庭百事哀不一定。有些人或家庭虽然穷，但日子过得很开心清心寡欲恬安淡泊叫做穷开心然而不吉祥的家庭就很可能百事哀，这就是一般人讲的家运不好啦。不管是家运不好或个人命运不好，不是靠别人帮我们改运。算命的如果这么会改运，那怎么改不了自己的命运呢？即使有神通啦，神通也抵不过业力业力也抵不过愿力所以才说嘛，金刚非坚愿力最坚所以佛法告诉我们以心转境，以念转运，也告诉我们智者运命，愚者命运自己命运要靠自己转叫做自转法轮，自转乾坤这样才是智慧的信仰，而不是迷信的民间信仰。把这个道理用在国家也是通共善业的国家是什么？政通人和政府清廉社会和谐，百姓规矩，经济稳定，医疗完善，风调雨顺，安居乐业等等。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天灾很少，灾难偏多也是一种共恶业。在现实的世界里面，一些国家或地区比较接近共善业的条件我们举例的北欧国家有几个，包括丹麦、芬兰、挪威，人人信任政府，犯罪率很低，天灾又少。另一个新加坡也是共善业的国家因为法律严明，社会有秩序，政府很清廉，天灾又很少。不丹也是一样国家提倡国民幸福指数重视人民的精神生活跟幸福感，所以不丹也是一个共善业的国家。那共善业的国家不代表这个国家是绝对完美没有绝对的啦。
但是整体上呈现出来是什么？稳定啊、繁荣啊、和谐啊、幸福啊，还有道德风气良好啊，都有这些特点啊。那这个说明集体啊，人民也好，家庭也好，或者团体也好，集体的善行跟正向的价值观呢，会影响这个团体、这个家庭、这个国家的发展方向啊。一个国家即使有天灾，然而政府跟人民能够团结面对天灾，而且面对灾难时候的应变能力很强，那这个也算是能够亡羊补牢的共善业的国家了。相反的，共恶业的国家就不是刚刚所讲的这样子的哦。共恶业的国家的现象是什么？犯罪率很高，贫富相差悬殊，贪污腐败盛行，经济衰退，民不聊生，政府无能或独裁，教育水平低落，社会风气败坏，生态环境恶劣等等。现在还要加上一个啦，共恶业的国家还要加一个啦，假新闻跟假讯息泛滥啊，成灾啊！政府或者媒体去掌控信息，人民无法获得真实的资讯，这个也是共恶业的一个现象啊。那现在很多国家，包括台湾，都是面临这种认知作战的挑战啊。那警惕自己有一个很好的行动纲领，我们可以参考啊。以前我们读书有讲过一个主题嘛，出门要提醒，回家要反省啊。也就是曾子所说的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意思就是说，曾子每天都反省自己，替别人做事有没有尽心尽力啊？跟朋友交往有没有诚正信实啊？老师或师父所传授的知识跟道理有没有好好去温故知新啊？所以曾子这句话就是强调自我反省跟自我警惕的重要性呢，提醒我们要时常检讨自己的言行，随时自我把脉、自我诊断才能为下一次做好不二过的预防工作啊。其实这个就好像什么电脑要装防火墙一样啊，跟防毒软件啊，这样这个电脑才会有保护跟保障啊。人脑跟人心何尝不是如此呢？所以我们如果做不到一日三省呢，至少也要3日1省嘛，对，或者1周1省也可以的，只要有省总比没有省来的好啦。唯有依靠自觉来作为行为造作的准绳啊，这样言行举止跟待人接物呢，才不会偏差。做人不讲理的是一种缺点，那做人硬讲理的是一种盲点。近似语的好话也是用来警惕自己，而不是拿来教训别人啊。所以早上出门要提醒，晚上回家要反省，这应该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早晚课啦。我们在家居士也是有这种早晚课啊。那出门要提醒自己，是警惕自己啊，不是要求别人啊。回家要反省，是反省自己啊，不是检讨别人啊。那有些人呢，好不容易在活动过后啊，动而后能静，但却不是静坐常思己过，不是这样哦，而是静坐常思他过。一静下来就想到别人有什么错，别人做错什么，而不是反观自照那这样也是很要命的。那其实这个情形也很常见哦，因为人的习惯性思维啊，是容易向外看的，而不容易往内观哦。但是真正的修行是什么？强调内观跟内省，而不是去执着于别人的过错。所以才说嘛，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也说天天见己过，不见他人过这样才是真修行当我们发现静下来的时候呢，脑中浮现的都是别人的过错，这个时候先不要抗拒这个念头，念头没办法抗拒它，一定会有的而是要去觉察它、洞察它，提醒自己，我现在又在想别人的错啦，然后再警惕自己，我能不能把这个念头转过来呢？回头看看自己有没有
需要改进的地方呢？用这个方法去练习转念，时间久了，转念就会变成一种习惯，而越转越顺。这就是佛家所说的嘛，不怕恶念起，只怕正觉迟的道理嘛。那这个道理就是什么？不必去歼灭敌人呐，只要壮大自己就好了。因为你强他就弱，你弱他就强了。要把这样的起心动念当成一种习惯，自然生活中就能够怎么样？善缘恶缘都是缘，对错总在一念间呐。何妨将恶转为善，物散云开见青天呐。好，我们大家互相提醒，互相警惕啊。好，我们今晚读书会批评别人不如警惕自己，就说到这里啊。希望大家都能法喜充满，福慧双修。感恩大家的聆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